各位关注健康与养老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德昌。今天想和大家深入的聊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它关系到家里长辈，甚至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晚年的规划。可能很多65岁以上的朋友对这项政策还不甚了解，或者存在一些想当然的看法。这其实是一笔政府依据规定每月可领取的补助，一项可以补充生活的保障。但不少人因为不了解详情或一些观念上的顾虑，错过了申请的机会。这笔补助每月最高的一项标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数千元助，原文中8328元为特定案例，金额因地因人而异。对很多退休家庭而言，它意味着日常开销可以更宽裕一些，生活质量能有一些切实的改善。请留意，这项补助的设计初衷，可能就是为许多普通退休长者准备的。没能申领，往往是因为没有主动去了解具体的政策细节。今天，我就希望能把这项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政策保障讲得更明白些。如果你家有65岁以上的长辈，或你自己即将退休，或是关心父母养老的子女，请一定耐心了解。我说的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可能每月实实在在发放到账户的补助。如果你也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让自己或父母的晚年过得更从容、更有保障，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把符合规定的权益稳稳地把握住。为了让大家听得进去、听得明白，我不想一上来就干巴巴地念那些条文。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很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咱们就叫他吴伯伯吧。我隔壁住着的这位吴伯伯，今年已经70出头了。老吴这个人一辈子都非常要强，非常体面，至少在他自己心里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几十年，最后光荣退休。每个月他有一笔固定的退休金，数额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所以在老吴自己的认知里，他一直觉得我是有退休金的人，我不是困难户，我根本不需要去申请什么额外的补助。老吴的儿女呢，也算孝顺，但现在的年轻人，大家也清楚，生活压力多大啊，工作又忙，加上都在外地打拼，一年到头也就是逢年过节回来那么2-3次。从表面上看，吴伯伯的日子在邻居眼里是过得去的，有房子住，有退休金拿，儿女双全，这看起来不就是挺好的晚年吗？但作为他的老邻居，我太清楚他真实的生活状态了。我知道他实际上过得特别省到让旁人都觉得有些心酸的地步。我好几次在傍晚快要收摊的菜市场碰到他。大家知道那个时间的菜市场是什么光景吗？摊贩们都急着回家，剩下来的都是些被人挑拣剩下的边边角角的菜叶，有些都已经不太新鲜了。吴伯伯总是那个时候弯着腰，在一个个摊位前慢慢踱步，专挑那些打折处理的便宜菜买。至于水果，我几乎没见他买过，偶尔问起，他就连连摆手说：“哎呦，我血糖有点高，医生叮嘱了，不能吃甜的。”其实我心里明白，他哪里是血糖高，他就是嫌现在的水果价格不便宜，动辄1斤就要好些钱，他舍不得啊。再说说他家里的生活细节，每到夏天3伏天，外面热得像个大火炉，我们家空调都得开着。可我从来没听见他家空调外机响过。你要是从他家门口路过，总能看见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手里攥着一把边缘都磨光滑了的大蒲扇，坐在院子那点树荫底下，呼啦呼啦的给自己扇风。我问他：“吴伯伯，这么热，开会儿空调吧？”他总是那一套说辞：“你不懂，我这叫心静自然凉，吹那空调啊，对骨头不好，容易得空调病。”其实这都是他的托词，归根结底就是为了省下每个月那几百块钱的电费。吴伯伯的退休金看起来每个月有一笔钱，但大家替他算算账，交了水电费、电话费、房屋相关的税费，人老了，身体再好也总有些慢性病，每个月去医院拿点药，这7扣8扣的，真的就剩不下多少了。剩下的那点钱，他还得紧紧巴巴地赚着，以备不时之需。过年还想给孙子外孙包个像样的红包，所以他是真的1分钱都恨不能掰成2半花。有一回，他们社区组织老年人去附近风景区一日游，包车
包午餐，还有导游，听着挺不错，但一个人要交几百块报名费。我看吴伯伯拿着宣传单，带着老花镜看了老半天，翻来覆去的琢磨，最后到了报名截止的时候，他还是默默地转身走了，没报名。后来我遇到他，问他怎么不去散散心，他跟我说，那些地方都去过了，没啥新意，还不如在家听听收音机自在。我心里很清楚，他不是觉得没意思，他是真心疼那几百块钱，这几百块在他那可能就是好些天的伙食费。这就是吴伯伯之前的真实写照，一个有退休金、有自己房子的老人，但手头总是紧巴巴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舒展，甚至可以说有点憋屈。我敢说，在咱们身边，像这样的老人有千千万万，他们一辈子要强，一辈子没开口求过人，老了更不愿意给儿女添麻烦，更不愿意被别人看成是需要特殊照顾的。他们把节俭当成了习惯，却不知不觉中让晚年的生活品质打了折扣，有时候甚至连健康都牺牲了。后来有一次，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那是个大热天，我看他在院子里热得满头大汗，就跑过去找他聊天。我递给他一瓶冰镇的矿泉水，然后试探着问他，吴伯伯，您知不知道政府有一个面向老年人的生活补助政策？他刚一听到这个，反应特别大，还没等我说完，马上就把脸一板，连连摆手。他说，你快别提这个，我知道那个东西，那是给那些生活特别困难、没儿没女、没房子住的老人准备的。我有房子，我有退休金，我怎么可能去申请那个？我要是去申请了，那不就是承认我自己过不下去了吗？我这不是去添麻烦吗？再说，这一块的老邻居，谁不知道我是退休的？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大家看看，这就是他第一个，也是最要命的一个观念误区。他把这项国家面向老年人的保障政策，完全等同于乞讨，等同于丢脸，等同于承认自己人生的失败。我当时看他情绪那么激动，就没再跟他争辩。我知道，这种扎根了几十年的老观念，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扭转过来的。过了2天，我特意请了我们社区另一位李阿姨一块去找她。李阿姨的情况跟吴伯伯很像，也是老伴走得早，孩子在外地，自己守着一套老房子过日子。但我发现李阿姨的日子过得就比吴伯伯从容太多了，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李阿姨天天早上去早市，买的都是最新鲜的排骨，最时令的瓜果，不管是当季的樱桃还是水蜜桃，想吃就买。她还报了社区老年大学的国画班，没事就跟一帮老姐妹出去喝喝茶、旅旅游。那天下午，我们坐在吴伯伯的院子里，李阿姨一坐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指着吴伯伯手里那把破蒲扇说，贵格啊，贵格，你这个老顽固，我早就想说你了，你看看你把自己过成啥样了。你以为我现在过得舒舒服服，是因为我儿子是什么大老板，天天给我寄钱吗？我告诉你，我儿子压力也大着呢，房贷车贷要还，还有2个孩子要养，我才不跟他要钱，我有时候还倒贴他一点呢。我跟你说个事，我每个月都比你多领一份钱。吴伯伯一听，当时就愣住了，眼睛瞪得老大，忙问，你领什么钱？你也有退休金啊，还能领什么钱？这事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李阿姨笑得特别爽朗，说，我领的就是你上次听人提过的那个老年人生活补助啊，我每个月银行户头里都准时打进来一笔钱，雷打不动，比发退休金还准时，最高一档有好几千呢。注：此处根据原文情节保留，但提示金额为案例。吴伯伯听完，一脸的不可置信，连声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李姐，你也有房子住啊，你这房子地段比我那还好，你儿子不也给你缴着社保吗？你又不是孤寡老人，你怎么可能符合资格？这政府的钱难道是随便发的吗？李阿姨就笑，笑得特别透亮。她说，贵格啊，这就是你搞错的地方，也是咱们这代人最容易想差了的地方。咱们心里以为的那个困难，跟政策规定的那个标准，根本就是两码事。我当初也是不信，跟你一样爱面子，觉得那是去要钱，还是我儿子好说歹说，让我把资料准备好，陪我去区公所问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那个办事员把计算器一按，跟我说，阿姨，您完全符合条件啊，
而且是符合较高的那一档。人家还跟我说，阿姨，您不来了解这个政策，可能就错过了。这是国家给你们这代建设者的关怀，是您符合条件就可以享有的权益，您为什么不了解一下呢？吴伯伯听完，半天没说出话来，脸上的表情复杂极了，有惊讶，有怀疑，还有一丝丝的懊悔。他转过头来看着我，问，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真的一直都想错了？我笑着跟他说，吴伯伯，不然我今天特意请李阿姨来干嘛？就是让您亲眼看看，身边的例子就坐在您面前。李阿姨不缺胳膊，不少腿，也有房子有儿女，人家领得正大光明，过得开开心心，这面子不是更光彩吗？后来，在我和李阿姨的耐心劝说下，我就陪着吴伯伯去了一趟区公所。说实话，刚出门那会儿，他还是一脸不情愿，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碰到熟人问他去哪。一开始他也是扭扭捏捏，觉得不好意思。结果到了区公所，推开办事大厅的门，他发现里面窗明几净，来办事的人一个个都穿得整齐体面，有年轻人帮父母办的，也有像他一样的老人自己来的。那个办事员态度特别好，说话轻声细语，非常有礼貌，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那种去领救济要看人白眼被人呵斥的场面。我们把早就准备好的资料递上去，人家办事员接过来，很专业的看了一下，就跟吴伯伯说，吴伯伯，您的资料准备的挺齐全，看得出是做了功课的。不过我看您这个户口本上，您儿子的名字还在里面，这样算起来可能会涉及到家庭收入的计算方式，您得让他去办个分户，或者提供他独立生活的证明。吴伯伯一听，眉头又皱起来了，说，哎呀，那岂不是又要麻烦我儿子？他工作那么忙，还要专门跑回来办分户，太折腾了，要不还是算了吧。办事员马上就笑着解释，不是的，吴伯伯，您误会了。您儿子虽然户口在，但他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在我们的计算规则里，他早就是独立的一户了。就算他不专门回来办，只要提供结婚证这些证明，他在计算您这笔补助的时候，是不影响您资格认定的。我们只是提醒您，为了以后办理其他业务方便，最好是分开，但这不影响您这次申请。然后办事员就在电脑上操作了一阵，输入了几个数据，最后抬起头，微笑着对吴伯伯说，吴伯伯，根据我们的初步计算，您的退休金虽然看起来有一笔，但是平均到您个人或家庭人均是低于我们标准的。再看您的房子，虽然您觉得地段好，但屋龄长了，政府评定的现值较低，也在我们的标准线以下。初步来看，您是比较符合条件的。您回去等通知，大概1个半月审核通过后，补助会按规定从符合条件的月份开始算起。从区公所出来，我明显感觉到吴伯伯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之前那种畏畏缩缩的感觉没了，背也挺直了，甚至还轻轻哼起了他年轻时爱唱的小调。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可能要拿到补助了，更是因为他心里那个压了多年的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他发现他不是在要饭，不是在给社会添乱，他是在了解和申请一个他符合条件就可以享有的权益。这是一份被社会认可的实实在在的保障。2个多月后，吴伯伯特意跑到我家来敲门，手里拿着存折，激动的手都有点发抖。他说，来了，真的来了，存折里真的多了一笔钱，是补发了前2个月的。那天，一向节俭的他特地跑到菜市场买了一条挺大的鱼，还买了2斤上好的肋排，非要请我吃饭。饭桌上，他喝了点小酒，眼圈有点红的跟我说，我现在才明白过来，我差一点就因为我那点固执的面子，因为我那老掉牙的观念，每年可能错过一笔不小的补助啊。我以前那不是节俭，那是傻，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了这笔补助之后，吴伯伯现在是我们社区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他把家里的老旧空调修好了，热天也舍得开了。上个礼拜他还报名去学智能手机，说要学会用微信跟孙子视频聊天。他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不少。他跟我说，这笔补助没有让他变成大富翁，但让他在晚年的每一天都活得有底气、有尊严。他再也不用为了省下几十块钱
在菜摊前反复徘徊，委屈自己的胃口了。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咱们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总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而了解并申请了这类补助的，可能只是一部分。难道剩下的那许多人，个个都是住豪宅、开豪车的大富翁吗？显然不是，是绝大多数人都掉进了和当初吴伯伯一样的观念误区里，或者根本就被那些听起来复杂的规定给吓退了，连第一步都不敢迈出去。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帮大家把阻碍你们了解这项政策的心里头那几个最大的观念障碍，一个一个理清楚，让大家看清楚这里面的实际情况。第一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那个，叫做我有房子，我怎么可能是中低收入？这是绝大多数人卡住的第一关。你的想法通常是这样的，我现在住的这房子虽然旧了点，但地段好啊，按照现在市场上的价格，怎么也值不少钱。我都有房产了，我怎么好意思去了解给生活困难者的补助？各位听好了，这是很大的误解，是对政策最大的误读。政府在审核你的财产时，他看的根本就不是你房子的市场交易价格，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市价，他看的是两个官方的白纸黑字的数据，一个叫土地公告现值，一个叫房屋评定现值。这两个数字在哪里看？就在你每年要缴的那些地价税和房屋税的税单上，你现在就可以去找出来看看，或者去税务局的网站查一下。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非常惊讶的事实，税单上那个数字跟你房子的市场价可能差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房子虽然地段值钱，但建筑本身在政府的计算系统里是会折旧的。你那市价不菲的房子，它的土地公告现值加上房屋评定现值全部加起来，可能远低于市场价。而政策的规定是，你个人名下全部的不动产加起来不能超过一个较高的额度，每个县市会根据当地情况调整，但大体有一个范围。你仔细想想，你那个政府估值不高的老房子，是不是很可能低于这个标准？就算你有2套这样的老房子，加起来也可能离标准线还差得远呢。所以，只要你不是名下有多套房产，或者住的是刚建好的崭新豪宅，你只是有一套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哪怕它在市中心，你都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符合标准的。这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搞懂的关键，千万不要再被那个虚高的市价给唬住了，自己亲手把门关上。第二个障碍叫做我有退休金，我每月有收入，我不缺钱。吴伯伯当初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每个月都有一笔退休金，这比很多打工的年轻人工资都高，我怎么会是中低收入？这你又搞错了。政府在审核你的收入时，他不是只看你一个人的收入，他是看家庭人均的收入。这个家庭人口是怎么算的？简单说，一般包括你、你的配偶，还有同户籍的直系血亲。但这里头的学问可就大了，也是很多人自己吓自己，最终放弃的原因。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的户口本上有你，还有你老伴，你的退休金是2万块，你老伴一辈子操持家务，没有收入，那政府会怎么算？他不会只看你有2万块，他会把你的2万块除以2，变成你们家每人每月的平均收入是1万块。而政策规定的那个申请补助的收入标准线是有一个数额的，这个数字每年会跟着物价指数微调，你那个被平均后的1万块很可能又低于这个标准，你照样是可能符合资格的。那有人会急了，问我儿子、我女儿的户口跟我在一起，他们一个月赚得不少，把他们的工资一平均，我是不是就不行了？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如果你的儿女已经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那在政策的计算系统里，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了。虽然户口还在一起，但只要提供了结婚证明等材料，在计算你这笔补助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可以排除或者单独计算的，不会简单的加进来拉高你的平均收入。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规定想得很细，而且非常人性化。它的初衷是为了保障老人，而不是为了卡住老人。你千万不要自己在心里当法官，还没去问就给自己判了不行，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觉得你不行，结果一去问，很可能发现自己符合条件。第三个障碍叫做
我银行里有存款，我还有一点股票，这个政府当然也会核查，这叫做动产，包括你的现金、存款、股票市值、基金等。很多人一听就怕了，说我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手头有个几十上百万养老钱，这一查不就露馅了吗？是不是就不给了？别急，政策也给这个设定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线，比如一个人名下的动产总额不能超过一个较高的数额，例如数百万元。我相信咱们大部分退休的长辈辛苦一辈子，给自己留个几十万，哪怕100万的养老钱存在银行吃利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你要超过那个较高的标准，说实话，对于普通工薪阶层退休的人来说也并不容易。所以你也不要因为我银行里有几十万存款就心虚，就不敢去了解了。几十万离那个较高的标准可能还差得远呢。你那份合理的养老本，政策是允许你保留的，不会因为你有这点积蓄就剥夺你了解政策的权利。好了，帮大家理清了这3个最大的观念障碍，大家是不是感觉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是不是心里那个小算盘开始重新拨动了？是不是开始觉得，哎呦，听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有可能符合条件？对，你要的就是先有这个我有可能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你才有可能鼓起勇气，迈出最关键的第一步。那第一步是什么呢？不是让你马上去填一大堆复杂的表格，而是先去了解和咨询。很多人一听到申请2个字就头大，觉得肯定麻烦的要死，要跑断腿，盖无数个章。我告诉你，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务服务效率已经提高很多了，流程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你现在就拿张纸记一下，需要准备的东西其实就那么几样。第一，你和你配偶的身份证印章，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你们的全户户口簿，注意不要只拿家里那本老的，最好去户政事务所申请一份最新的全户户籍誊本，上面的信息最准确。第三，你的邮局或者常用银行的存折，把封面有你名字和账号的那一页复印一下，因为将来钱是打到这个账户里的，千万别搞错。第四，其他能证明你特殊情况的资料，比如如果你有残疾证，或者你的房子是租的，有租赁合同，这些都带上，有时候能对你有帮助。准备好这几样东西，你去哪里办呢？去你户口所在地的区公所或街道乡镇办事大厅，进去之后找社会事务办公室、民政科或类似名称的窗口。如果不知道在哪，问一下服务台的工作人员，你就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老年人生活补助的政策。他们马上就会告诉你去哪个窗口，取哪个号码牌。你把资料交给窗口的办事员，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帮你看，帮你审核。现在很多公务人员服务意识都很强，态度非常好，你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刁难或者看不起，帮符合条件的市民办好事务，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资料递交上去之后，他们会给你一张收据，告诉你后续的大概流程，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回家，该干嘛干嘛了。需要等多久呢？大概1到2个月，因为他们需要联网到税务等单位去核实你的财产总额和收入情况，这需要一点时间来交叉比对。等审核通过了，你就会收到一份正式的通知，通常是挂号信，上面会写着审核通过，核定您符合某某等级标准，从某年某月起可以领取补助，然后这笔钱就会自动的准时的在每个约定的日子打到你的那个存折里，你什么都不用再做，它自己就进来了。而且特别方便的一点是，一旦你申请通过了，只要你的财产和收入状况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突然获得大额财产或者卖房获得巨款，系统通常会自动帮你延续资格，这就是所谓的定期核查制度。你不用每年都像考试一样重新跑一遍申请流程，这笔补助你就可以一直安心的领下去。我今天说了这么多，最想让大家记住的就是，这笔补助不是施舍，你了解并申领符合规定的补助，一点都不丢人，这是你合法享有的权益。你想想，年轻时辛苦工作几十年，无论是在工厂、田地还是办公室，你都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缴纳税款，养育子女。如今年纪大了，社会通过政策关怀你、照顾你，
这是文明的体现，这是你该得的，可以理直气壮地去了解，不了解，反而可能错过了本应享有的保障。所以，请大家把面子和我不差钱的想法暂时放下，理智、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才最重要。面子不能当饭吃，但每月实实在在的保障，能让你碗里有肉，盘里有菜，冬暖夏凉。如果你家有符合条件的长辈，别犹豫，尽快整理他们的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记住，不要先问要不要，老人往往怕麻烦，爱面子，这时不如主动一点，半哄半劝的带他们去区公所咨询一下，就当出门溜达，问问也不损失什么。也请你动动手指，把这期内容分享出去，你的一个转发，就可能帮到一个家庭，改变一位长辈的晚年，让他们过上舍得开空调、舍得买排骨的从容日子。下期再见，祝每一位长辈晚年尊严、体面、从容、幸福，祝大家健康长寿。